镇国侯府18年没回来，还是老样子。姐姐，你不要赶我走！我才刚进门，什么时候赶你了？你先别哭。姐姐终于愿意原谅我了。不是，我量量这池子有多深。他蹲得挺辛苦啊。救命！我不会水。看出来了，你确实不会演。我的娇娇！你这个狠毒的东西，刚回府就容不下妹妹。夫人，说话要讲证据。几十双眼睛都看见娇娇跳湖了。对，我也看见了。哼，起跳姿势不错，水花太大，落水后忘记憋气，整体给6分。母亲不要怪姐姐，都是娇娇不好，是娇娇占了姐姐的位置。只要姐姐开心，娇娇愿意离开侯府，去街上要饭。真的？碗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怎么能如此冷血？原来这是你们家的迎客礼。沈满满，你竟敢推母亲下水！我没推，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你母亲踩的是青苔，侯府这么有钱，怎么不请人刷池子？你往左转一下。世子果然坦荡。我杀了你！啊！哎呦！你们一家感情真好，跳湖都要整整齐齐。沈满满你！逆女！你刚回府就把母亲、妹妹和兄长全推进湖里！夫人自己划的，世子自己扑的，娇娇小姐自己跳的，我只是一个热心观众。立刻把他们救上来！你还不跪下认错？是。先别急，我算笔账。什么账？我流落在外18年，按照侯府嫡女每月200两标准计算，吃穿用物加上精神损失费，一共43200两。刚才夫人试图打我家200两，世子拿剑砍我家500两，娇娇小姐跳湖往我身上溅水，衣裳清洗费5钱。打喷嚏别对着我，再加5钱。放肆！这里是镇国侯府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侯爷说的对。所以我特意准备好了正规文书，请侯爷签字，分10年还清。老爷，不能留下他，娇娇身体弱，受不了这种刺激。身体弱还能从凉亭跑到池边，猪都没停一下，爆发力不错。明天跟我练功吧。我不练，不练也行，那就上班还债。什么上班？从明天开始，侯爷负责门口接客，夫人负责处理投诉，世子负责搬货，娇娇小姐哭得这么好看，负责招揽客人。姐姐想开什么？女子镖局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满满必答。你侯爷是不是要晕？快拿担架！我在来的路上听说侯爷身体不好，已经提前订了3副。老爷，父亲！沈漫漫，你简直！姐姐，
明早晨时府门口集合，迟到扣钱。哭可以，哭满1刻钟也算迟到。沈满满，你站住！世子还有什么项目需要报价？侯府没有你的住处。这么大的府，没我的住处？那你们住的是坟吗？大小姐，老爷之前已经命人给您收拾了一间院子。吉兆，这叫喜从天降。大小姐，这院子虽然旧了些，但十分清静。确实清静，活人都不愿意来。你从乡下回来，住这里正合适。沈娇娇住在哪？娇娇小姐住听雪院，多大？正房5间，东西厢房各3间，还有一座小花园。她一个人住11间房，我住1间鸟窝。娇娇小姐身体弱，需要清静。她那院子归我了。你凭什么娇娇的院子？凭我是嫡长女。娇娇在那里住了18年。那正好，按京城东城区1等窑落每月20租金计算，18年共4320两。麻烦他先把房租结一下。哎呦，自家的房子收吗房租？自家的？那我是不是你们家的人？回答不出来就是默认。走，收房。小姐别怕，夫人和世子都站在您这边，那个乡下女人嚣张不了多久。姐姐怎么来了？收房。姐姐喜欢听雪院，娇娇自然愿意让给姐姐。只是这里有很多父亲母亲送给我的东西，我需要几天整理。几天？3日。可以。1日10两延期费，3日30两。姐姐，我们姐妹之间何必如此计较？亲兄弟明算账，我们连亲的都不是，更应该算清楚。你别欺人太甚！那你替他交。我凭什么？因为你疼他呀，连30两都不愿意出，你这疼爱挺省钱。哎呦！哥哥，算了，我搬。床是侯府的，被褥算宫中采购，留下。桌椅留下，抓领留下。哎呦！金银首饰也留下。首饰是母亲送我的。用谁的钱买的？侯府的钱。侯府的钱从哪儿来的？很好，留下。挺好，轻装上阵，适合讨饭。娇娇住哪里？鸟窝空着。拔剑之前，先检查腰带。满满，你怎能这样欺负妹妹？夫人，我没有欺负她，我只是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可娇娇已经住习惯了，我在外面住破庙也习惯了，要不我把破庙让给她。
这里是听雪院现有财物清单，我清点后发现少了一只翡翠镯子、一套珍珠头面和30两现银。我知道，是吗？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帮你？求求你！这些都是母亲送给我的，我一时舍不得。舍不得很正常，我小时候偷过一块馒头，也舍不得还。后来店家追了我3条街，所以你也跑吧。我数3声，1。2，娇娇，等等母亲。3。娇娇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侯府的人行动力还是不错的。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把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登记造册，明天开始卖掉一半。卖掉？侯府不是欠我钱吗？先从家产里扣。老爷醒来会杀了我的。放心，他打不过我。那个逆女呢？他抢了娇娇的院子，还要变卖侯府家产。反了！老爷，这是大小姐让您签的。大小姐，别打了，这是前朝古物，值800两。那放库房，别摆在这里诱惑我。老爷说，昨晚的接风宴没有办成，今日中午重新设宴，请大小姐务必出席。有饭吃？有。免费吗？应该免费。那我去。听说这孩子是在乡野长大的，也不知道懂不懂规矩，慢慢教就是了。只是娇娇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蛮蛮恐怕要吃些苦头。放心，我也有擅长的。你会什么？收债。今日是家宴，不许胡闹。先吃饭。我的儿，昨晚睡得可好？西北院风大，屋顶还漏雨，娇娇一夜未眠。没关系，鸟窝里那只鸟住了3年，也没感冒。满满，娇娇虽然不是亲生，但也在府中生活了18年，你应该有容人之量。长辈怎么称呼？我是你三叔公。找到了，三叔公去年从侯府借走800两，说是修祖坟。坟修好了吗？还在修。修1年，祖宗住的是皇宫吗？今日说的是娇娇的事。好，娇娇小姐18年，共使用侯府银钱约5万两。既然各位这么疼她，不如大家一起分担。您德高望重，出1万两。我家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二婶刚才说要慢慢教我规矩，那二婶出5000两，如何？
我突然腹痛，我也先走了。原来亲情这么脆弱，还没有5000两结实。够了！你回来第一天就搅得全家不宁，究竟想要什么？钱。除了钱呢？金子也行。庸俗，你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欠钱的人。你能不能先让我进去？不对，先让我出去。哎呦！满满，母亲知道你在外面吃了很多苦，可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和睦。说得对。所以，你愿意和娇娇好好相处了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欠债也要和睦的还。这是我拟定的侯府节游计划。从今日起，所有旁支停止从侯府领取月银，各院丫鬟数量减半，每人每顿最多2个菜，酒水、燕窝、血燕、鹿茸全部取消。那我们吃什么？草。侯府还轮不到你做主，是吗？老爷，账房昨夜清点后发现，侯府账上只剩127两。怎么可能？2房、3房常年支取，夫人和娇娇小姐的首饰衣裳，世子每月请客，我那是结交朋友。朋友会替你还钱吗？所以从今天起，侯府实施全员上工，2叔管理库房，2婶负责厨房，3叔公负责修门。凭什么让我去厨房？因为您1个月从厨房支走了30只鸡，您和鸡比较熟。这不合规矩！我从未做过活。我要回房。有意见可以提，我很讲道理。姐姐，我有些不舒服。娇娇又犯心急了，快请大夫！心跳很稳。姐姐还懂医术？不懂，但我懂装病。可惜了，听说心急患者不能吃油腻之物，这只烧鸡只能扔掉。眼睛没病。确实严重，马上请大夫。普通大夫不行，我小时候生病，百戏班都是请兽医。不用了！哇，醒了，侯府风水真好。侯爷这个节目不错，接风宴终于热闹起来了。散席！明日卯时上工，迟到扣钱。大小姐，您真准备让所有人干活？当然。可这些老爷夫人从来没有做过事儿。
不会可以学，我18年前也不会活，后来不是学会了吗？去请刘神医，明日我要让全府都知道，他逼得我旧疾复发。侯爷迟到半刻钟，扣1两。整个侯府都是我的。那您更应该以身作则。我今日要照顾娇娇，不能上工。她怎么了？昨夜心急复发，吐了一夜的血。吐了多少？整整1盆。她身体里有这么多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没有，良心不能抵债。刘神医，您快救救娇娇！娇娇小姐这是急火攻心，旧疾复发，若再受刺激，恐怕性命难保。你听见了？您给她诊过脉了？自然。什么脉象？脉象虚浮，气血两亏。舌苔呢？舌苔发白。眼睛呢？你是在质疑老夫？我只是好奇，她昨晚还偷吃了半只烤鸭，气血怎么亏的？姐姐不要胡说。昨晚是谁去厨房取的烤鸭？偷拿侯府食物，罚银20两。是小姐让我吃的。娇娇可能是饿了，心急之人吃一些烤鸭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但既然刘神医说他命悬一线，那就得认真治理。他是谁？城南最有名的马大夫。哪家医馆的？城南牲口市场。兽医。马大夫医术高明，去年一匹马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，他只扎了3针就好了。那匹马最后还是死了，至少抽搐停了。别怕，心病要早治。我好了。神医，他恢复的挺快。可能是老夫的药起了作用。他还没喝药。那便是老夫的气场。不愧是神医，站着就能治病。诊金还没算，这诊金50两。我说的是您付给侯府。我为何付钱？误诊配合装病，耽误全府上工，一共100两。哎呦哎呦！老夫在京城行医30年，从未受过这等羞辱。那您和他比一场，谁治得快，谁拿钱。老夫突然想起医馆还有病人，满分。计入侯府收入。你早知道娇娇装病，是。那为何还闹这么一出？直接拆穿多没意思，要让他自己跑起来，大家才信。我只是害怕上工，我从小身体弱，什么都不会。你会哭吗？会。会晕吗？会。会在恰当的时候咳嗽吗？会。从今天起，你负责站在门口哭，每哭来1两银子，给你1成提成。你让我去乞讨？不是乞讨，这是发挥你的专业特长。我不许你羞辱娇娇！你的工作是把客人的货物从门口搬到仓库。我堂堂侯府世子，绝不做下人的活。听说侯府帮忙搬货，1车10文。今日开业，第1车免费。谁爱搬谁搬。世子上月在醉仙楼请客，欠账320两。醉仙楼掌柜已经把欠条送来了，1袋大米抵10文，320两，大概搬3万2千袋。我搬到明年也搬不完。没关系，后年也可以继续。世子，需不需要帮助？需要。再加1个人搬，收费翻倍。姑娘别哭了，多谢大娘。1文钱，你提1礼。这姑娘哭得真好看，再哭一个。我出2文，让她哭得再惨一点。我不干了。提前下工扣钱。搬货所得2两，募捐所得8两，
刘神医赔偿100两。侯府今日盈利110两，真的赚了这么多？侯爷似乎很开心。胡闹！堂堂侯府怎能做这些低贱生意？今日收入已经替您还掉一部分赌债。老爷，你什么时候欠了赌债？父亲不是最讨厌赌博吗？这是军中应酬。理解。所以明天侯爷负责街头卖艺。我侯爷是不是又要晕？担架还有一副。小姐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侯府都要听她的了。父亲不是一直想把她嫁出去吗？去告诉父亲，就说我认识不少京中公子，可以替姐姐举办一场比武招亲。只要她嫁出去，就不能再管侯府。我倒要看一个乡下女人怎么跟满京城的世家公子斗。大小姐，老爷要为您举办比武招亲，这些是为您准备的衣裳，值多少钱？120两。卖了。啊，这是招亲要穿的，穿一次就要120两，我穿麻袋也能打赢。你已经18岁，婚事不能再拖。3日后，侯府举办比武招亲，谁能在擂台上获胜，谁便是你的夫婿。谁出的主意？姐姐不要怪父亲，父亲也是为了姐姐的终身幸福。确实是个好主意。你同意了？同意。难得你识大体。不过擂台规则由我制定。你想制定什么规则？报名费每人50两，兵器苏铸费10两，摔双台面清洁费2两，被打晕需要侯府负责叫醒的加5两。这是招亲，不是做生意。有什么区别？都是男人排队送钱。姐姐，婚姻大事不能只看钱，还要看什么？人品、家世、才学。你以前的未婚夫赵公子人品如何？赵公子自然是极好的。听说他上个月逛青楼没带钱，被人扣下了裤子。赵轩只是被朋友连累。你也在场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醉花楼昨日也送来了账单，落款是沈凌风。世子，今日的米还没搬完，不要再胡搅蛮缠。比武招亲已经定下，你只需3日上台。可以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说，我若把所有人都打败，以后我的婚事由我自己决定。一言为定。京中高手众多，绝不可能全部打赢。姐姐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好归宿。谢谢，我也真心希望你明天募捐能超过10两。红毡30两，彩旗20两，兵器100两，酒盐200两。大小姐记这些做什么？等招亲结束，从侯爷工钱里扣。这是为你办的。我没要求办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那您替我嫁。放肆！温柔贤淑，听说他一掌拍碎了一张桌子。知书达理，他把全家都抓去搬货了。大小姐哪里不满意？太假了。这才对嘛！听说大姐姐要比武招聘，妹妹特意来恭喜。你是谁？我是二房玉容。原来是你。你去年从账房支取了300两买首饰。今日不是谈钱的时候。那谈什么？自然是谈姐姐的婚事。姐姐在乡野长大，不懂京中男子的喜好，妹妹可以指点姐姐。京中男子喜欢什么？温柔、贤惠、善解人意。还有呢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那他们会什么？什么？他们要求女子会琴棋书画，他们自己会什么？男子自然要会读书习武，治国安邦。治国安邦。姐姐不妨先试试招亲的礼服，妹妹专门替你选了一件。穿这个怎么打架？女子上台只需展示仪态，不必亲自动手。原来你们准备让男人互相打，最后把赢的人塞给我。
自古比武招亲便是如此，女子怎能抛头露面与男子动？侯爷是不是忘了，我不同意的男人谁敢娶？你要做什么？比武招亲新者，必须亲自与沈满满交手。大小姐不能写生死不恋。那改成尊严不论。沈大小姐亲自上场，这下有热闹看了。明日一定要来占位置。你成何体统？侯爷觉得不妥，可以改，改一个字，收费10两。他真会武功，不过是在乡下学过些粗野拳脚，明日来的都是京城勋贵子弟，总有人能赢他。只要把她嫁出去，侯府便清净。有意思。大小姐，您怎么还不休息？你看，有人想害您，要不要禀告老爷？不用。那怎么办？这么好的舞台，拆了可惜。明天在擂台旁边增加一个下注摊位。下什么注？赌擂台第几场会塌。大小姐，您不准备休？当然休，但只休我站的这一边。买定离手，赌第一场塌1赔2，第二场塌1赔3，整天不塌1赔100。我赌第一场10文20文，主第一场和第二场都塌。好了好了，下完注的都往后退，别挡着看擂台。沈满满，谁允许你在招亲现场开赌局的？这不是赌局，这是百姓对侯府建筑质量的信心调查。擂台明明十分结实。侯爷可以上去跳2下。不必了。昨晚安排好了吗？我让人聚的是擂台正中央，只要沈满满和人交手，必定会摔下去。我昨晚已经把锯断的支柱悄悄换到了报名者站立的那一边。今日镇国侯府为嫡长女沈满满举办比武招亲，凡年龄相当、家世清白的青年才俊，皆可赠台一试，切记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。尽量不伤。不是尽量，是绝对不许。知道了，尽量绝对不伤。在下周玉郎，自幼熟读兵书，精通剑系，今日特来请沈小姐赐教。周公子好俊！报名费交了吗？已经交了。很好。兵器苏丽费呢？我自带折扇。擂台清洁费先交一下。还未比试，为何先收清洁费？因为你待会儿可能会把台面擦干净。好家伙，这是来比武还是来暗杀的？这算家世清白？江湖防身之物而已。周公子果然把台面擦干净了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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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需要叫醒服务吗？我没晕。需要拔腿服务吗？不需要。沈福，拔腿服务收5两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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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场擂台坍塌，押中者前来领钱。马上把擂台修好。不用，剩下的位置还挺结实。
他报名费应该按体重收。少废话！听说你力气很大，敢不敢与我比拼力气？怎么比？扳手腕！沈小姐这次肯定输了，高猛公子能徒手举起石狮子。开始吧。公子早上没吃饭。第二场也塌了，还可以继续下注吗？可以，从现在开始，赌哪位公子掉进去。先把我拉出来！沈小姐，动刀动枪太过粗俗，不如我们比试音律。终于有一个不用踩擂台的人了。怎么比？在下弹奏一曲，若沈小姐能说出曲名，便算你赢。沈小姐可知这是何曲？不知道。此曲名为《高山流水》。沈小姐在民间长大，不曾听过也正常。你要做什么？演奏。请下！说出曲名。这也算曲子？当然，名字叫《隔壁开饭》。吃饭啦！确实像我家开饭时敲盆。文公子没听过也正常，你输了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不服可以再听一遍。登台的公子共有12位，3位踩踏擂台，4位被沈满满扔下去，2个因为害怕临时逃跑，还有3位以身体不适为由当场宣布终生不娶。这些人怎么如此没用？别急，别急，赵恒世子还没来。安平侯世子，这人看起来不太一样啊。沈小姐，在下来迟了。确实迟了，待命费翻倍。在下来迟了，自当补上。沈小姐怕在下给假银票？不怕。那你在看什么？看安平侯府的钱和普通人的钱有什么区别？沈小姐果然风趣。赵世子放心，塌掉的位置已经收费了，新位置暂时免费。在下原本与娇娇小姐有婚约，可惜娇娇命运多舛，身份有变，在下念及两家情谊，今日才愿登台。赵世子的意思是你本来不想来。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沈小姐虽然出身高贵，但到底在外流落数年，礼仪规矩方面难免有所欠缺。日后嫁入侯府，你想让我嫁过去学规矩？正是。那你会什么？在下精通骑射，熟读经史。有人知道赵世子上次秋猎猎到了什么吗？一只兔子，还是侍卫射中后放到他脚边的。熟读经史，赵世子去年参加科考考了第几名？倒数第2，考试时睡着了。谁在胡说？沈小姐，今日是比武招亲，口舌之争没有意义。这把剑值多少钱？3000两。开过刃吗？自然开过。杀过什么？此剑乃身份象征，不需要沾染血腥。原来是首饰。出招吧！你用木棍？足够了。
赵世子果然爱剑如命，都亲上了。沈满满，沈满满，你敢羞辱本世子！前面3步是坑。赵世子掉入擂台，下注者前来领钱。罚人服务50两。你敢向世子收费？他体面大，价格自然也大。给他！今日之辱，我安平侯府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还有话吗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也配进我安平侯府的门？记下来，侮辱报名对象，罚款100两。我若不交呢？那就签这个。什么东西？自愿放弃比武招聘，并承认自己武艺不精、品行一般、嘴欠严重的声明。你做梦！交钱还是签字？字写大点，百姓看不清。现在可以了。还要按手印。我没有印有。没关系。各位乡亲，安平侯世子自愿承认，他武艺不精，品行一般，嘴欠严重。哎呦！你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世子，我沈娇娇，你故意让我来丢脸。我不是。还有谁要报名？在下突然想起，家中已经定过亲了。我也是，我和他定的同一个。既然没人打，今日招亲结束。不能结束，你一个都没选中。是我没选中，还是他们不中用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从来不打没有收入的擂台，满满必打。3两月银，普通丫鬟1个月才5钱，谁家会让女人押镖？荒唐！我镇国侯府不是你要受乌合之众的地方。我准备了20张，侯爷慢慢辞。女子应该相夫教子，怎能抛头露面？侯爷，我丈夫死了，婆家把我赶了出来，我不抛头露面，难道等着饿死吗？我叫柳三娘，以前跟着丈夫走过镖，会骑马，也会使刀。沈大小姐说的3两月银当真，包吃包住，住处暂时是侯府西院。我没同意。东家还在适应自己的新身份。我愿意加入。噗噗，我娘很厉害，她一刀能剁开3个猪头。会做饭吗？会。录取。大小姐，她还没展示武艺。会打架的好找，会做饭又能打架的不多。我叫王翠花，家里杀猪的，我不会武功，但有力气。愿意搬货吗？愿意。愿意打架吗？有人不给钱就愿意。录取。哼，不过是力气大。你就是昨日搬1袋米，趴在地上半天没起来的世子。我叫阿雀，我没有力气，也不会武功。你会什么？我以前是偷东西的。大小姐，这不能收。我只偷过恶霸赌服，因为我弟弟生病没钱买药。现在还偷吗？不偷了。手速快吗？很快。
拿出来。对不住，习惯。以后负责查获和抓小偷，录取。这些人身份不明，万一混入贼人怎么办？娇娇小姐说的对，所以所有报名者都要接受考核。第1关扛米袋，第2关辨别假银票，第3关面对辱骂不能先哭。第3关是什么考核？由你来负责，你站在旁边哭，谁能在你的哭声里坚持1刻钟，谁就合格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的哭声有穿透力，非常适合训练意志。休息一下，下午还有50个人。不过是一群粗鄙女子，这样的人也配进侯府？你觉得自己很高贵？自然。那你也参加考核？我为何要参加？因为你一家还住在侯府，包吃包住的人都得干活。我搬不动，可以换第2关。这是假的。真的。这张一定是假的。还是真的。你们故意刁难我。还有第3关。玉蓉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让姐姐你来做考核的，能不能别哭了？进了满满镖局，每月有月金，每日有饭吃，但我不养闲人，谁偷懒谁走，谁欺负自己人，我亲自收拾。若有人欺负我们呢？先问对方讲不讲道理，若他不讲呢？那就让他赔钱；若他不赔呢？那就让他明白钱的人为什么要讲道理。是。青鸾大人，要不要把此事禀报长公主？当然，京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有趣的人了。第1项，绕侯府跑10圈。不过是跑步，有何难的？世子也参加。参加便参加。世子，坚持住！我不是你镖局的人。那训练费10两。我还是加入吧。大小姐，有生意上门了！老身姓钱，想请贵镖局把我的宝贝送到城南别院。他叫宝贝？他陪了老身8年，聪明伶俐，通人性，比我儿子听话。确实比普通鹅聪明。为何不让下人送？城南路上有一群恶狗，普通下人不敢走。他的确需要押送。不能让宝贝受惊，不能让宝贝饿。每日午时要吃青菜，饭后还要散步。他有月阴吗？没有。那他的待遇比侯府的人好。满满镖局开张了。他们押的是什么？好像是一只鹅，这鹅看起来比镖师还凶。此路是我开，想过去留下买路。多少钱？5两。你们一共6个人，拦路耽误1刻钟，按照镖局误工费计算，你们应该赔我们12两。是我向你们收钱。你有收费凭证吗？没有。有官府许可吗？没有。那就是非法经营。
在绕你。少废话！哼，一只鹅。黑豹，黑豹！这鹅武功不错，比世子强。你们能不能不要事事都提我？为什么追我？可能他看出你最好欺负。为什么我要在这里？还收买路钱吗？不收了。误工费呢？我赔。态度不错。你不全拿？我们是正经镖局，只收应该收的钱。沈大小姐，你们还招人吗？女子镖局，我确实不合适。你们可以成立男子逃跑组。我只是为了躲鹅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你们把宝贝照顾得很好，主要是他照顾了我们。大小姐，我们第一单赚了多少？镖银15两，护工赔偿12两，扣除青菜2钱、绳索3钱和世子的精神损失。我还有精神损失？没有，我只是随口说说。你就是满满镖局的东家。是，我有一件货想请你们押送。什么货？送到城外10里亭，镖银1000两。1000两？对，里面是什么？到了地方，你自然会知道。大小姐，里面不会装着人吧？有礼貌，应该是。押送过程中不许打开木箱，不得询问里面是什么。若箱子在路上损坏，失败要赔多少？哼，1万两。不能接。契书呢？这单我们接了。大小姐，若里面的人死了怎么办？我还活着。客人活力不错。我也去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担心你给侯府惹祸。可以。你负责拉车。侯府有马。马要吃草。你吃侯府的饭不能白吃。世子，加油！嘿，麻雀，东家，后面有3批人，一批在树林，一批在山坡，还有一批藏得很好，我只能看到影子。看来1000两不好赚。休息。终于能歇了。休息结束。我刚刚坐下。有人埋伏。有。我做什么？当诱饵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穿的最贵，敌人会以为你最重要。我下次一定穿麻袋。把箱子交出来。箱子在他身上。你怎么能出卖我？拖延时间。哦。
面粉。有毒！普通面粉，但吸进去容易打喷嚏。这样也行？他并没有真正的杀意，更像是在试探我。谁派你来的？考核结束。他们都是长公府的亲卫。你们故意伏击我们！长公主想知道满满镖局有没有资格接她的生意，现在知道了。比预赏的好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殿下，您坐在里面不闷吗？很闷，那为何不坐马车？本宫想看看你会不会偷偷打开。我要是打开了呢？任务失败，那殿下要赔我木箱清洁费。大胆！多少钱？护送费1000两，伏击造成的公共费200两，面粉、绳索和黄豆共13两。世子受到惊吓，但它不值钱，可以免了。为什么又踢我？拿着这块令牌，明日来长公主府做什么？谈一笔更大的生意。你招收这些女子是为了赚钱，一半为了赚钱，另一半呢，让他们有地方吃饭，让他们以后被欺负时可以自己打回去。很好。1000两，一文不少。长公主为何看中你？可能因为我比你有用。考核已经结束了，能不能先给我们松绑？你们袭击镖队，按照规矩要送到目的地才能交货。目的地是哪儿？京兆府。长公主殿下不会同意的。那让他亲自来取。站住！车上是什么人？劫匪。我们不是劫匪。你们埋伏、射箭、持刀拦路，哪一点不像？那是考验。那还是劫匪。让我死在这儿吧！这不是镇国侯世子吗？正是本世子。世子为何骑驴？马嫌他重。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实话而已。我堂堂侯府世子骑驴进城，我爹知道会气死。当我没说。满满镖局抓了10几个劫匪，听说全是高手。那白脸的是不是昨天招亲时掉进擂台的世子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世子别遮了，大家主要看后面的劫匪。能给口水喝吗？绑了1夜了。送到元兆府就给你们松绑。万一钱大人不收呢？那就接着送刑部。殿下知道你这么能折腾吗？他应该快了。沈大小姐，这些人不能抓。为何？贵人，贵人拦路，价钱应该更高。沈姑娘，殿下已经给过你1000两了。1000两是护送费，押送劫匪是另一笔生意。殿下不是劫匪，你们是。下官参见青鸾大人。青鸾大人，沈姑娘不肯松绑。你还真把他们送来了。镖局讲究有始有终，你们长公主府进行考核，但在契书里没有写明，因此他们在我眼里就是拦路劫匪。京兆府不肯收货，麻烦长公主府支付回城押送费。多少？80两。为何是80两？一人5两，官府悬赏价，同狗无期。长公主府的亲卫，一人值5两。那要看什么人。正经考核该有文书盖章，提前告知，事后结算。你们占了2条，没文书没告知。我昨天下令停手了，但你们先动了手。这钱给你，人我带走。
成交。沈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敢把长公主府亲卫捆进城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有奖励吗？不想跟你说话。下次考核提前说一声，面粉打折卖已经你们。彻底醉了这批人，以后他们见你一次，可能绕着走一次。长公主今日午时见你，不要迟到。迟到会怎样？殿下不喜欢等人。早到有饭吃吗？有。走。午时还有1个时辰，我先去占座。我也去。长公主只请沈姑娘，我是镇国侯世子。所以呢，我好歹有身份。世子若实在没事，可以帮京兆府清点门口的面粉。面粉，沈满满，你迟早要把整个京城的人都得罪完。终于走了。大人，沈大小姐送来这么多劫匪，我们到底要不要付上钱？你想让本官明天被装进木箱吗？不想不想。收工，今日不审案了。等一下，大人，门口的黄豆，谁爱扫谁扫。本官今日不想看见任何黄豆，一粒都不行。昨日那些亲卫已经退货了。说什么？他们说下次不想再参与考核。请进吧，殿下在正厅等您。饭呢？什么饭？听栾大人说早到有饭吃，我早到了。饭呢？有吗？没听说啊。那我先去厨房看看。诸位早，真是一群认真的好苗子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本宫让你来谈生意，你先把本宫的人送去了京兆府。殿下的人十分勇猛，勇猛到被你捆了一整夜，值80两。那16个人是长公府身手最好的亲卫，知道，所以他们才能扛过一整夜。那你知道他们今天早上训练时，所有人的右手都在发抖吗？绑了以外，血脉不通，正常。知道本宫为什么想见你吗？因为我长得好看。你跟你爹一点都不像。听说了，我应该是随我娘。但女子镖局成立3日，收入1100余两。殿下是目前最大的客人，也是最大的麻烦。放肆！说下去，殿下花1000两考验我，又花1000两赎人，前后2000两，就为看一个小镖局能不能打。这笔账殿下不亏，但我心疼。你倒是会算，吃过大亏的人都会算。你招收这些女子，准备做多大的生意？先占领京城，再走遍大周，最后在每座城里开一家分号。你现在只有36个人，所以需要投资。你早就准备找殿下投资，遇到有钱人要提前准备。本宫可以投资，第1年出资2万两，提供城西旧校场作为训练驻地。条件呢？镖局若需要官府文书，本宫也可以替你办，2成、4成、2成半、3成、3成5、乘5。京城从来没有人敢和长公主当面讨价还价。3成，再多我宁愿回去卖烧鸡。成交。两位刚才是不是都忘了长公主的身份？忘了，我也忘了。本宫还有一个要求，殿下请讲。镖局改名，满满女子镖局哪里不好？听起来像卖糕点的。客官，来一块满满糕点，容易记，也容易饿。改名昭月女子镖局，听起来贵，百姓不敢进。栾卫镖局，向宫中侍卫。客官要押镖还是护驾？要不叫平安镖局，属下多嘴。平安2字不错，百姓求的不过平安2字，那就叫满满平安。为何一定要带满满？因为是我的名字，本宫出钱。那可以叫长公主投资的满满平安女子镖局。名字太长，排边写不下。那满安镖局，满和安各取1字。本宫出资2万两，占3成利润。你负责日常经营和人员训练。若遇到朝廷紧急任务，镖局必须优先接受紧急任务，要另外收费。殿下已经投资了，投资是投资，出工是出工，混在一起账。殿下痛快。本宫第一次被人称赞痛快，是因为答应付钱。因为愿意付钱的人都值得尊敬。这是满安镖局的临时通行令，日后进出京城押送官府货物可以减少盘查。能让欠钱的人立刻还钱吗？不能。你知不知道这块令牌别人求都求不到？那明日我拿去给侯爷看看，让他羡慕一下。镇国侯看完
怕是又要晕一次。那我听说你让镇国侯府全员上工，侯府账上只剩100多两，若不干活，很快便要喝西北风。镇国侯愿意？身体不愿意，但欠条愿意。你爹要是知道你把侯府开成了铺子，不知会不会气醒。那他醒了之后还得上工，不如继续睡着。殿下有没有不听话的亲戚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满安镖局可以提供亲戚改造服务，送来之后我们负责安排上工。本宫确实有几个只会花钱的侄子。殿下，那是几位皇子，皇子工钱可以低一些。你真是什么生意都敢接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敢。旧校场今日便可以交给你，本宫再拨50匹马，50套兵器。有厨子吗？没有。粮食呢？提供3个月。被褥有。茅厕呢？有。那今日便带人搬过去。沈满满，还有事？你把镖局做大之后，准备做什么？赚很多钱，然后呢？让曾经没有选择的人可以有选择。你倒是比本宫想象中更有野心。不是野心，只是我饿过，所以知道一碗饭有多重要。送客。殿下真相信他？他贪财，却不贪不该拿的钱，行事荒唐，却有自己的规矩。这样的人比满口忠义的人可靠。更何况京城这潭死水也该有人搅一搅了。需要暗中跟着他吗？不用，他那种人，你跟着他，他会反过来跟你要钱。是。柳三娘在，先去买粮。买多少？把侯府欠我们的午饭也一起买了。侯府欠我们酒楼300两，绸缎庄800两，小石库1200两，还有世子在土坊欠下的500两。最后一笔不是我的，上面是世子的亲笔签名。那日我只是替朋友担保，担保人还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朋友跑了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昨晚已经出城。都给本侯闭嘴！我堂堂镇国侯府岂会欠你们这些小钱？账房取钱。老爷，账上只剩96两。昨日不是还有127两吗？府中昨日吃饭买药和修擂台花了31两。你不是刚赚了钱？是。先替侯府还债。那是镖局的钱，镖局不替股东家属还私人债务。你是侯府嫡女，所以我可以给侯府提供解决方案。各位债主排队，登记欠款、利息和欠债人。世子欠320两，消费内容，请乐师80两，打碎碗子40两。听见了吗？你一个晚上花掉普通人家10年的收入。那是为了结交京中才俊。那天与世子吃饭的人一共12位，结账时全部翻窗跑了。果然都是才俊，逃跑得很快。侯府夫人和娇娇小姐一共欠首饰钱1200两。那些首饰是记在侯府账上的。首饰呢？送给娇娇了。摘下来。姐姐，这是母亲送我的生辰礼物。夫人没付钱，没付钱的礼物叫赃物。也不能叫赃物，那叫什么？叫尚未结清货款的商品。很好，商品收回。挺好看，比带一身债务好看。侯府总共欠债18600两。怎么可能欠这么多？侯爷每月宴请，夫人买衣买首饰，世子交朋友，娇娇小姐办诗会，2房3房从宫中取钱。侯府不是家，是一个只出钱不赚钱的慈善机构。我们都是沈家人，从宫中取些银子怎么了？二叔去年取走3000两开酒楼，酒楼呢？经营不善，关门了。剩下的钱呢？也经营不善。从今天起，侯府进入还债状态，所有人的工作重新安排。侯爷负责门房。本侯负责什么？门房，每日负责开门、关门、登记来客。
我乃镇国侯。镇国侯府若连门都没人开，还镇什么国？你尺寸正好。毁坏工作服扣5000，夫人负责绣坊，每日绣10块帕子。我从未做过这种粗活。您给娇娇绣过不少东西，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世子负责送货，骑马、推车。我不推。那就现在还500两。送到哪里？娇娇负责接待客人。还是哭吗？不，你的嗓子已经哑了。扣1吻。沈红负责修缮房屋。我50多了，修房子不用年轻，用稳。那我呢？沈玉荣清洗马厩。我去体债。您年纪大，别人不好意思打你。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还？马鞍飘比每月收入的2成，用于侯府还债，其余欠债人靠公蚕偿还，一笔一笔还。我们信沈大小姐，他们为何信你，不信本侯？因为我会算账，侯爷只会欠账。侯爷为何穿成这样？体验民情。来客姓名蓝毅，是否接待礼物？登记。沈巍。沈巍，本侯在。声音不够响亮，工作态度一般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方氏。沈凌风。来了。迟到，扣1吻。我只吃了3个呼吸，所以只扣1吻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笑得自然一些。姐姐，这样可以吗？像牙疼。欢迎光临镇国侯府。老夫不是来买东西的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预约，需要在门口等候。我和沈巍认识30年。陈兄，你在做什么？体验民情。姓名？真的假的？写吧。他现在负责迎客。来意。找侯爷喝茶。是否携带礼物？没有。空手来客，茶水收费20文。你家喝茶收钱？不是我的意思。陈老将军，侯府负债严重，茶叶、热水、茶杯清洗都需要成本。说的似乎也有道理。陈兄，你真给！你家都穷得让侯爷看门了，老夫不好白喝。姨母，娇娇好哭。哭一次扣1吻。孩子想哭便哭，哭不起。有礼来客，茶水免费。你就是那个在侯府胡作非为的沈满满。是。你怎么能逼父母兄长干这些下人的活？因为他们欠钱。欠钱也不能不讲孝道。姨母说的对，方氏从娘家带来的嫁妆，这些年已经花完了。听说姨母最重亲情，不如替姐姐还1000两。我突然想起家里还炖着汤。礼物已经登记，不退。这是什么图案？鸳鸯。我以为是2只打架的鸭子。重绣。我是你母亲，你竟敢如此折辱我！您把最好的一切给沈娇娇时，想过我是您的女儿吗？现在侯府欠债，所有人都要干活，您若不愿意，可以拿钱还债。我没有钱。那就绣。
夫人，干活都是这样。大堂哥，快帮我告诉大伯，我要回二房。你们二房欠侯府3000两，还清之前谁都不能走。连你也听沈满满的？我不听，但他把我所有马都卖了。这匹马不太喜欢你。我也不喜欢他。肉呢？侯府负债期间，每5日吃1次肉。本侯从军多年，需要补充体力。门房不需要太多体力。他现在连吃饭都不能哭。可以，按低收费。我吃饱了，浪费食物扣1文。吕局真的能赚这么多？这只是一部分，若经营顺利，以后会更多。其实女子经营镖局也并非完全不可。侯爷昨日还说有辱门风，本侯是担心你经验不足，现在看来，尚可。那门房工作继续。沈巍30文，方氏25文，沈凌风40文，沈娇娇因为哭了7次，扣除7文，实得18文。我一只发簪要300两，现在一天只赚18文，所以以后别乱买东西。娇娇小姐，你难道真甘心被沈满满踩在脚下？有人愿意帮你。小姐，这些人来历不明，万一被发现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一辈子站在门口迎客。我一定要赌一次。世子想试试，这种训练我小时候便会。射吧。谁射我？不是我。他以前练过。没有。那他怎么？但他愿意学。长公主命满安镖局押送贡缎到城北织造司，货物价值5万两，路程不远，但消息已经泄露。镖费多少？800两，风险高，1000两，成交。茶放下。姐姐还缺人吗？我可以帮忙。你会骑马吗？不会。会打架吗？不会。会记账吗？那你会什么？我会和人说话。正好，镖局新开，需要招揽客人。从今天起，你负责去街上发传单。我想帮忙押镖。押镖会流汗，发传单只需要笑。这不是侯府娇娇小姐吗？她怎么替镖局招揽生意？满安镖局童叟无欺，送1筐白菜到城西，多少钱？10文。太贵了，我们真的没有多收。算了算了，10文就10文。送这只鸡到东市多少钱？普通鸭送5文，保护鸡不受惊加灸2文，保证鸡不下蛋加灸。鸡下不下蛋也归你们管？不归。下蛋归鸡自己。就5文，送到东市王家铺子。娇娇小姐，你很有天赋。什么天赋？销售。从现在开始，每招来1单，你提1成。我也有提成。有。
路线打听到了，城北官道4时出发，20名女镖师。做得好，先给你。这是什么生意？让开！姐姐，你听我解释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把他带去马厩。无论你怎么用刑，让沈玉玲把马厩交给他刷。凭什么抢我的工作？我是说，终于有人替我工作了。姐姐，我只是害怕，我怕你越来越厉害，怕侯府再也没有我的位置。那人说，只要帮他一次，就能让你离开。你信了？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出卖镖局路线，按照规矩应该立即赶走。妈妈，娇娇只是一时糊涂，你不能赶她走。但你没有隐瞒人数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押送安排。什么？贡段今日清晨已经秘密送走了，城北官道上的车辆装的都是石头。你早就怀疑我？从你主动提出押镖开始，你平时走3步都嫌累，怎么会突然想押送5万两贡吊？满满，再给娇娇一次机会。可以，从今日起，沈娇娇降为镖局普通招揽员，提成减半，还要负责把假消息传回去，引出幕后之人。你还愿意用我？不是愿意相信你，是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下次再背叛，我不会再留你。我知道了。这是赃款，所以要作为证据。你明日继续和他们接触。另外，工作不能耽误。我还要发传单？当然，今日还差10单。马鞍镖局安全送达，优一赔10。东家真的信他？不信。那为何留下他？因为信任不是别人哭2声就能得到的，但人若愿意改，总要有一次机会。东家心软了？没有，他今日已经招来20多单生意，赶走太亏，贡段已经安全送到制造司，长公主很满意。另外，那个黑衣人身上有齐王府的暗记，齐王为何盯上镖局？或许不是盯上镖局，而是盯上长公主。第20单。齐王的人利用他，并不是为了几匹贡轿。这场看似简单的押送，背后或许另有目的。殿下命你今晚入府，有一项真正危险的任务。加钱吗？加。那就危险的有价值了。是齐王府暗卫的标记，那个男人只是负责传递消息的小卒，真正的接头人还没露面。齐王表面上只管礼部和宗室事务，暗中却一直在插手兵权和京城商路。马鞍镖局近来负责押送官府货物，他自然会盯上你们。他若敢伸手，我就剁了他的爪子。他是想抢货？不，他想借你的镖局，把本宫的人全部引出来。那他这次选错了人，为何？我的人不一能全部引出来，但他的人很可能一个也回不去。本宫正是这个意思。3日后，马鞍镖局会押送一批军械图纸去城西兵部别库，消息会故意放出去。齐王若上钩，必定派人抢夺。真的图纸呢？不会交给你。那就好。假的东西弄坏了不用赔，但必须让齐王的人相信图纸是真的，所以需要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内验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金牌招揽员是姐姐安排的。今日只招了18单，距离金牌还有一点差距。齐王的人已经联系过你。臣女只是一时糊涂。你不必向本宫解释。明日主动去找接头人，告诉他3日后军械图纸从城东出发，经南郊破庙，
送往兵部别库。他们会相信我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起来就很容易被骗。这头人十分谨慎，他可能会试探你，甚至让你做些危险的事。我不会武功。放心，里面有辣椒粉。这有什么用？对方若要杀你，就撒他眼睛里。若撒不中呢？那你就哭。哭有什么用？你哭起来声音大，我们隔2条街都能听见。娇娇小姐，上次的事情为何失败？都怪沈满满，别哭。他早就怀疑我，他还把我降成普通招揽员，每日让我站在街头叫卖。你先停下。我停不下来，我从小受了委屈就哭。别哭了。沈满满下一次押韵什么？军械图纸。当真？我亲耳听到青鸾大人说的。路线呢？城东出发，中途经过南郊破庙。你为何还愿意帮我们？我不想一辈子就站在街上发传单，我要她离开侯府，我要重新做回沈家最受宠爱的女儿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去杀了隔壁桌那个女人。她是谁？不必问。你若真心投靠齐王，就动手。怎么不敢？婶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失散亲人，真可怜啊！叫姑娘，我真是你婶子。不是，今日茶钱镖局报销。那你继续哭，哭完了婶子请你喝茶。不用了。3日后齐王暗卫会在南郊设伏，人数至少50，和预计的一样。任务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有奖励吗？有，敌人给的奖金。真的给我？你凭本事哭来的，当然归你。换这个。为什么还要带招揽员？因为发传单是你的本职，情报只是兼职。今日那18单，明天继续。我知道。今晚早点睡，明天哭的场合可能不止18单。那我明天能多要点辣椒粉吗？给你准备2包。东家，今天他演的几成真？哭是真的，怕是真的，最后拿银子的时候，高兴也是真的。那他以后会不会又变卦？可能会。那您还留他？留他，不是因为他以后不会变，是因为他今天做了选择。东家，这个人在齐王府应该不算小角色，腰带上绣的是黑鹰衔环的纹样，一般暗卫用不起。那就让他多关几天，从他嘴里问出来的东西，可能比今天那封信还多。那娇娇小姐明天还要去见那个街头人吗？等消息，等对方先找他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帮东家做事吗？那您之前是之前，今天我选了另一边，不能再回头了。小姐今天回来的时候，眼睛是亮的。少说2句。那个小姑娘今天的表现如何？哭得挺魅力。还有呢，最后走的时候，她把那块银子收得很紧，像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挣了钱。那就再看看。3日后有一场硬仗，在此之前，先进行一次独立押镖考核。此次由沈凌风带队。我？你跟着镖局训练了半个月，该自己做一次任务了。押送什么？重要货物。
机密，不能打开，送到城北王记豆腐屋。这里面不会是……不要打听客户货物。今日由我领队，一切听我号令。吃饭听谁的？也听我的。后面有人跟踪，准备迎敌！几位姑娘，你们的钱袋掉了，多谢。世子警惕力很好，就是敌人选错了。我知道。救命！我摔断腿了。过去看看。可能有诈。难道见死不救？王翠花守住马车，阿雀去高处观察，其余人2人一组，不要分散。别管招式好不好看，先打最容易打的地方。这么简单？世子，后面！他们只是附近的山贼，应该闻到货物味道，以为车上有吃的。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能把山贼引来？王记臭豆腐50坛，重要货物，送货费30两。我第一次独立押镖，押的是臭豆腐。臭豆腐也是豆腐，而且很贵，值多少钱50两。还没有我的剑贵。但臭豆腐能卖出去，你的剑现在卖不出去。快走快走！原来臭豆腐还有这用处。总算送到了，这批臭豆腐要赶着参加京城美食节。听说路上遇到了山贼，你们一坛都没打碎，不容易。原来40两这么难赚。世子以前一顿饭花多少？100两。以后不花了。世子请客。今日大家都出了力，这是应该的。货物安全送达，途中遇到山贼16人，击退无伤亡。做得不错。这种小事自然难不到我。明日继续，还有3车酸菜。这是你第一次独立赚的钱，自己留着。我的债呢？照常扣。那为何还给我？因为你今日完成的不错。沈满满，过去娇娇每次说你欺负她，我从未问过事情真相。现在怎么突然说这些？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和我从前想的不一样。知道错了就继续干活，光说没用。我明白。
大小姐，二老爷带人打开库房，正在往外搬东西，拦都拦不住。快一些，等沈满满回来就来不及了。这些东西真能卖3000两？城西张掌柜已经答应全部收下，拿到银子，我们立刻搬出侯府，以后再也不用看那个野丫头脸色。我要买一座比听雪院更大的宅子，还要请20个丫鬟。都依你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听说二叔准备搬家，我特意来送送。这些都是二房的私产，我们想什么时候搬便什么时候搬。二房私产共有绸缎8笔，旧家具12件。眼前这些是侯府库房登记的宫中财物。我是沈家二老爷，拿几件东西怎么了？拿东西没问题。付钱。这些东西原价共计12000两，看在亲戚份上，收您15000两。为何比原价还贵？私自搬运费、夜间加急费，还有让我提前下工的精神损失费。父亲，不要跟他废话，我们直接走。吃饭了吗？沈满满，你别飘人太甚，我们好歹是你的长辈。长辈偷家里东西，应该叫什么？家贼。回答正确。今日谁敢拦我？二叔，把刀放下。凌风，你竟然帮他！这些东西属于侯府，不能让你带走。你以前最讨厌这个野丫头，现在跟着她压了几次破烂，就成了她的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住口！你敢！骂镖局员工，罚款50两。我不是你的员工。那明天酸菜谁送？酸菜。我是二老爷，张掌柜还在后门等着。买家也来了。沈大小姐饶命！我不知道这些是赃货。你准备出多少钱收？3000两。价值12000的东西，只出3000。做生意总要赚一点。沈家祖传紫檀牌位10块，共计50两。二叔连祖宗牌位都卖？那是库房里的旧木头。那是沈家前3代侯爷的牌位。二叔，你准备让祖宗去戏楼上班？我不知道张掌柜要卖去戏楼。戏楼给祖宗安排什么角色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既然二叔这么缺钱，我给你安排一份工作。什么工作？去戏楼。干什么？演不孝子。他头顶长葱了！演得真像，那二叔偷东西时的表情太真实了。沈大小姐，这戏一定能连演1个月。门票收入55分，二房欠侯府的钱从演人公司里扣。还要演1个月？也可以不演，还钱。满满，这样是不是太丢沈家的脸？门票卖了多少？120两。这出戏很有教化意义。齐王的人上钩了，他们已经集结50名暗卫，后日会在南郊破庙伏击你们。正好，什么正好？戏楼剩下的臭鸡蛋和烂菜叶全部带上。那些臭鸡蛋够用吗？不够就加豆腐乳。后日任务危险，愿意退出的现在可以走。东家，我们以前没有家，现在镖局就是我们的家。谁想砸我们的饭碗，我们就砸他的头。是。我们是去押送军械图纸，还是去开早点铺？刀剑太贵，面粉便宜。救命！东家，这些够吗？
够。谁配的？我小时候厨房嬷嬷不让我吃辣，我偷偷研究过。第一次发现你有实用技能。我以前的琴棋书画不实用吗？遇到50个杀手时，你准备给他们弹琴？他不会武功，为什么带他来？我负责引人上钩。还有哭。我今日尽量不哭。没关系，需要时可以哭。什么东西？至少40人，树林里还有弓箭手。继续走。真要进破庙？当然，客人都等着了。各位，出来吧，开始。救命啊！姐姐把我骗到荒郊野外，他要杀我灭口！他为什么哭？可能在传递信号。什么信号？则不要管。我还没成亲，我还有100张传单没发。举盾！为什么我的盾是锅盖？因为你之前欠厨房钱，这是厨房借给你的。打完这场，我赔一个新的。我看不见了！不要慌，不过是面粉。确实只是面粉，加点水就好了。镇国侯世子不过如此。你要不要先把脚拔出来再喊？我踢中了。让你抓我，让你害我，发不完传单。带走铁箱。
捐血图纸呢？你们来晚了，撤！关门。放下兵器，可留活口。齐王府死士，绝不受服！你的靴子在我脚下。这一坛臭豆腐记战功。臭豆腐准备！投降！别让我们投！6分，造型不错。7分，网斗姿势悬挂有创意。你平时就是这样压标，平时没这么奢侈。今日用了500斤面粉。这只鹰长了一颗痘，那是我们领队的腰牌，不是普通伏击。他们在替齐王传递朝中党友名单，能定齐王的罪吗？只能证明这些人与齐王府有关。齐王完全可以说腰牌是伪造的，死士也不会主动指认主子。他不是还活着吗？你觉得他还能说话？把面粉擦掉就能。擦完大约需要1炷香。想从我嘴里问出东西，做梦。你叫什么？无可奉告。有家人吗？无可奉告。吃臭豆腐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单纯好奇。你可以不说，我们也不会打你，只是回京路途遥远，为了防止你喊叫，只能用东西堵住你的嘴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名字？赵七。谁派你来的？不能说。齐王府管事孙成。名单送去哪里？城西弗莱克站。接头人是谁？礼部主事周从。还有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了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那块臭豆腐能不能拿远一点？配合的不错。给他装起来，这是重要政务。那能吃吗？建议你别试。你打的？我闭着眼睛打的。打的位置还挺准。我专挑声音大的地方打。以后遇到危险先跑。哥哥不怪我之前帮他们。怪，但刚才那几棍子抵了一部分。那抵了多少？2成。这么少？剩下的慢慢还。知道了。今日表现不错。我的提成能恢复吗？不能。但情报任务奖金50两。50两？你提供情报，完成诱敌，还打倒一个人。哭一次扣1文。这不是工作时间。任务还没结束。
沈姑娘，能不能把坛子盖上？为什么？太臭了。这是防逃装置，谁敢挣扎，坛子就会倒，汁液会洒出来，会沾到衣服上，会洗不掉。你确定想试？做得很好，齐王这次虽然不会倒，但本宫可以拔掉他在礼部和城防中的几枚棋子。想要什么赏赐？第一，马鞍镖局增加50个正式编制；第二，旧校场旁边的空地也划给我们；第三，此次战斗消耗的面粉、辣椒和臭豆腐由殿下报销。没有别的，还有锅盖损坏8只，水桶6个，沈凌风的鞋1双。我的鞋没坏。你踩过辣椒水，还能穿？这双鞋本宫批了，本宫全部答应。另外，此次马鞍镖协助抓获齐王暗卫，本宫会向陛下请旨，赐你皇家特许标牌。有了标牌有什么好处？各地官府不得无故扣押马鞍镖局货物，可承接朝廷押送任务。朝廷任务按时结账吗？本宫会尽量督促。听起来很危险。可有受伤？没有。这次是满满救了我们所有人。侯爷今日门房工作完成了吗？本侯在担心你们。擅离岗位半日，扣15文。娇娇，母亲，我今日赚了50两。你为何要做这些危险的事情？侯府会养你。以前我也觉得，只要父亲母亲养着我就够了。可今日我才知道，自己赚来的钱，拿着不心虚。沈满满，一个刚从乡下找回来的女子，竟敢坏本王的大事。王爷，如今满安镖局有长公主撑腰，正面动手恐怕不妥。她不是最在意钱和生意吗？那本王就让她身败名裂。传令下去，3日内我要满安镖局接下一单永远送不到的货。属下明白。50万两，大小姐，这要是少1文钱，咱们整个侯府都赔不起。50万两，不小。赈灾银事关数万百姓性命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标费多少？这是朝廷差事，能为国效力是满安镖局的荣耀。所以没有标费？赈灾救民，怎能只想着钱？我没被说服。马匹要不要吃草？镖师要不要吃饭？路上受伤要不要买药？还是说大家听到为国效力4个字便能10日不吃饭？50万两现银，押送距离1200里，沿途至少需要100名镖师、60辆车、200匹马，正常标费3万两。3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钱犯法，做生意不犯法。此次赈灾银由户部支付2万两标费，剩下1万两由长公主私人补足。接。哼，沈大小姐当真是掉进钱眼里了。大人签字，免得银子送到了，户部掉进赖账眼里。封条不得私自拆开，若有破损，按盗去赈灾银论处。不能拆？不能。可以称吗？称。第一口2300斤，第二口2301斤。停。同样规格的银箱
为何轻了700斤？箱中银锭数量不同，公文写明每箱数量一致，可能负责装箱的人弄错了。那就请大人打开检查。别开我，别开我！没有户部尚书手令，谁都不能拆封。不能拆，又不能重量不同。那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不会是石头吧？大胆！赈灾银怎会有假？长公主的人在吗？都在。奉殿下命令，赈灾银装车前必须当众复查。真的有石头！有人吞了30万两赈灾银。30万两，加上运费、人工，我早起检查的辛苦费，齐王欠我的比我想的还多。我突然想起户部还有公务，先把眼前公务说清楚。下官只是奉命送银，箱中装了什么，下官并不知情。谁负责装箱？户部库房司。谁签的放行文书？户部侍郎高大人。谁要求满安镖局不得开箱？信上写着，赈灾银抵达黑风岭后，取镖队性命，所有罪名推给满安镖局。他们想让我们押着假银出城，等到半路再杀光所有人，然后说这是满安镖局偷走赈灾银。到时人证物证全无，全京城都会认为我贪了30万两。好狠毒的计策！现在还算什么？算齐王欠我多少钱？陷害镖局精神损失，耽误上公务工费，损坏名誉，名誉损害赔偿，还企图不给镖费滞纳金。加起来多少？正在算，别打断。你准备怎么办？银子继续送。明知路上有埋伏，为何还去？因为北境百姓真的等着银子救命。剩下的30万两，先从齐王府拿。齐王不可能主动交钱，谁说让他主动？你是认真的？赌场3家，酒楼5家，粮庄4处，绸缎庄2间。齐王想让我背贪污赈灾银的罪名，那我就先把他的钱变成赈灾银。你想抢齐王？不是抢，是替朝廷收回赃款。你有几成把握？银子送到北境10成，抓住齐王把柄7成，自己全身而退呢？要看齐王府饭菜好不好吃。你居然真这么想？齐王名下产业，若能证明与贪墨赈灾银有关，可以先行查封，但没有证据的地方，不许乱动。殿下放心，我最讲规矩。那箱砖头是齐王送的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还。1队继续准备押送，2队跟我查齐王产业，3队负责把箱子里的石头全部洗干净。洗石头做什么？齐王送了这么贵的礼物，总要还给他。这里是齐王府产业，谁敢闹事？奉命查账。长公主管得了朝廷，却未必管不了齐王殿下的私人产业。有道理。拆门。现在不是私人产业了，是露天产业。来人！今日让我来。打坏桌椅，从你工钱里扣。我尽量轻一点。满安交局查账，主动投降可以免交医疗费。我又
继续。我们的账干净得很。镇国侯沈威，前年3月欠赌债1000两。父亲不是只欠500两？前年5月抵押玉佩，前年7月抵押战马，抵押一条锦缎裤子。父亲把裤子也输了。侯爷那日输红了眼，身上实在没东西，便把外裤抵押了。裤子呢？还在。能不能不要带回去？这是侯府财产，必须带回。父亲看见后可能又要晕。担架已经准备好了。什么赌客能一夜输10万两？京城有钱人很多。把那位赌客的名字写出来。是户部库房司张大人。全部查封。万金赌场涉嫌藏匿赈灾赃款。你不能封赌场，这里每日进账上万两。每日上万两？对，每天都有。那更不能关。从今天起，改成赈灾义派场，桌椅、字画、酒水、骰子全部出售，所有收入送往北京。这张多少钱？30两。来，回家当饭桌，以后吃饭都能想起支援北京。那张桌子值120两，那你怎么没卖出去？这东西能烧火吗？木头不错，能烧一顿饭。那是齐王殿下亲手提的，那烧起来应该更旺。侯爷，失物招领。这不是本侯的。字据上有您的签名和手印，还有裤腰尺寸。父亲，裤子找回来便好。侯爷还没下工。本侯今日身体不适，提前下工扣钱。为何把石头也送去？提醒北京官员，银子必须重新称重。100名标士，60辆银车，200匹马，明日出发北京。齐王已经被召入宫中问罪，但他在进宫之前派出了一支私兵，多少人？至少300。300人，他们一定会在路上截杀镖队。那就让他们来。我们不是第一次送银子，但可能是齐王最后一次送钱。好多银子！满满镖局送赈灾银了！1、2、3，这得多少银子？听说路上有人要抢，那更好，又能看热闹了。北境雪灾严重，沿途又有齐王私兵截杀，本侯与你们同去。门房工作怎么办？我已经请老管家暂代。工钱从谁那里扣？父亲，我扣得光明正大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这马鞍有点松。里面是厚衣服和干粮。娇娇，你真的要一起去？我是满安镖局情报招揽员，我也有任务。外面危险。母亲，以前您总说
只要我留在侯府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客人什么都不会，才最危险。300私兵已经分成3路，准备在青石峡合围。青石峡两侧山势险峻，一旦车队进入，很难撤退。能绕路吗？绕路至少多走5日，北境等不起。你昨日发出去的传单呢？啊，还有2000张，够了。啊，2000张够吗？够了，发完就行。满安镖局发放赈灾义卖货物，青石峡今日免费领取齐王府粮食。免费粮食在哪里？青石峡齐王府出钱，满安镖局发放，每人限领1袋。粮食呢？在哪儿？前面，在青石峡。齐王府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等银车全部进入峡谷，立刻放箭。将军，后方来了几千百姓。百姓来这里做什么？齐王府发粮了！哪里领？哪里领？听说1人1袋。谁说这里发粮？齐王府说的，传单上还有齐王府印章。那是赌场的账房账。齐王府出钱，满安镖局出力。既然齐王殿下心系灾民，还请各位把粮食拿出来。我们没有粮食。没有粮食，为什么发传单？齐王府骗人！白跑一趟。齐王府的粮食暂时没到，但满安镖局准备了馒头。有馒头，还好1人1个。这也是你提前准备的。青石峡附近有蜂农，昨日买了50趟，他不会有机会的。花了多少钱？50两。他在做什么？这是在演戏吗？可能是齐王府请的杂耍班子。这不是杂耍，这是袭击！那你跑什么？比请300人打架便宜。举盾，稳住，放箭。抓到了。这边挂了13个，这边16个。齐王府的装备还挺结实。能不能换个方向挂？不能。唉，那能不能把蜜蜂引走？不能。你明明可以让百姓远离危险，却把他们引来青石峡。他们不是挡箭牌，是证人。请大人记录清楚，这些人企图抢夺北境赈灾银。沈大小姐放心，今日所有证词，本官会亲自上报。我什么都没抢到，意图抢夺也是罪。今日做得不错。有奖金吗？100两。真的？但私刻齐王府印章，罚50两。印章是阿雀刻的，主意是娇娇小姐出的。1人扣25两。总比全扣光好。我赞同。下次刻章前先报备。还能有下次？看情况。你连这种时候都要算钱？规矩不能因为打赢了就消失。本侯没看清。那就好。他陷害镖局的那封信还在，那是证据。
等官府判完刑，我拿着信去他家门口贴一份。你连被圈禁的人都不放过，他先不放过我的。多谢沈大小姐，北境百姓有救了。大人稍等。沈大小姐不信任本官？不是，我不信任所有没称过的箱子。有道理。这些留着自己吃，我们路上有干粮。姑娘，我们没什么能谢你。你不是最喜欢钱吗？喜欢。那为何舍得拿出来？因为镖费是靠他们的赈灾营赚来的，钱放在我手里只是数字，变成粮食和衣服才能让人活下去。你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冷血。别乱说，影响我收债。满满，这些年是为父对不起你。侯爷烧糊涂了。没有，从前我总觉得将你接回侯府便已经尽到父亲责任，后来才明白，你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嫡长女身份，而是有人在你受苦时真正站在你身边。现在说这些晚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求你原谅，以后侯府由你做主，我能做的。门房工钱不高，那便多做几年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满满护送赈灾营有功，查获贪墨，击退逆党，献主仪态，特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0亩，封宁安县主。黄金什么时候送到？3日内。有收据吗？欠钱的人也能送，这是送人去哪儿？送人去哪儿？大概是送到该还钱的地方。春风吹过旧门廊，谁把新日子轻轻擦亮？檐下铃声声着，却在心口响了一声。一颗心落在抛桥旁，亮得刚刚好，不慌不忙。今日我能不能多摔一次？昨天摔伤了腰，先演文戏。好吧，那今日我只摔1次。我还欠侯府多少钱？820两。再演3个月能还完吗？看上座率。好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在镖局对面抢生意，我已经还清欠镖局的钱，现在是独立商户。房租交了吗？交了半年。税呢？已经去衙门登记。员工月营呢？1两2钱，比普通店铺高2成。姐姐，你教的做生意必须账目清楚。不错，
不过你店里的客人挡住镖局大门了。越过中线的客人，茶水费由满安镖局承担。凭什么？因为他们站在你们门口，占用的是你的地方。学得挺快，多谢姐姐教导。就让风替我看你，看你眉眼慢慢清明。若我曾是你路上的雨，愿今后只做月下为你。北京商路已经重新开放，朝廷准备把第一批粮草运往边关，需要一支可靠的队伍押送。多少车？1000车，路程3000里，标费10万两。全体集合！就让风替我看你，你头上再把牵挂说起。这次本侯也去。请假题写了吗？镖局里没有父亲，只有员工。就让风替我看你，看你走向。这次沿途消息由佼佼百事通负责。报价多少？看在姐姐份上，9折、7折、8折，不能再少。成交。成交。满安镖局，安全送达。东家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侯爷忘记关侯府大门了。光别在意身上，我来时背着半生风霜。擅离岗位，忘关大门，扣1个月工钱。本侯又。镇国侯又晕了，没事儿，按次数算，他今天晕的不算多。都能把命握在掌间，把灯火吹过人间，照见我们笑着并肩，等到奔车驶过山河的边，满月似夜，开始升天。